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。每次你们视频里看到我背后的这间房子，马上就又要出租了。这个房子的房主呢是我的妈妈。如果你看过我前面几条视频，你应该知道我马上要搬家了，马上要搬去法国了，所以我现在在帮助我的妈妈给这个房子找下一个租客。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词汇，如果这个房子是你的，这是我的房子，那么我是房东。房东，如果你正在找房子，你想租这个房子，那么你是租客。租客。那如果你想买下这个房子，你想买房子，那么你是买家。买家。同样了，如果你是卖房子的人，这个房子是你的，但你要卖掉，那你就是卖家。买卖，买家，卖家，你学会了吗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房子，这是一个公寓，我们住在2楼。这间公寓呢特别大，特别大，是一个150平米的公寓。你可能会问了，你们家为什么买这么大的公寓啊？那是因为当时我们一家子搬到匈牙利的时候，我们一家有6口人，6口人，有爸爸妈妈、姥姥姥爷，我和我的弟弟。我们一共有3间卧室，3间卧室。我们有一个大的卧室里，它有一张双人床，还有一间大的卧室里是2张单人床，最后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。这个小的卧室呢，虽然小，但是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储藏室。当时我妈妈呢，就把这个独立的储藏室给我改造成了一个衣橱，里面装满了我的很多很多的衣服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有一个厨房，这个厨房很大，里面的东西很齐全。我们的炉灶呢，是真的有火的，用火做饭，而不是用电子的那种电磁炉。中国有句老话，总是会说家里面得有火，日子才过得兴旺。当然，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老的迷信了。实际上呢，如果你有火，炒中国的菜是非常的顺手，因为我们一般喜欢爆炒，用很大的火，很大的那种锅。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那个 wok 中国的炒锅，我们还是用火做饭比较顺手。当然，中国人做饭油烟特别重，因为我们总是要爆炒嘛，所以我们呢专门从中国运来了一个中国的抽油烟机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当时我们家把这个抽油烟机大卸8块，放到行李箱里，用飞机托运行李给带过来的。那个场面我真的很佩服我的家人，当时真的把它给搬过来了。确实很好用，但是这一路上估计是挺费劲。那好了，这个厨房里面其他的家电都是在欧洲买的，比如说微波炉、烤箱、洗碗机、烧水壶等等等等，这些必要的厨房用品。我们这个公寓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有3个卫生间。为什么有3个呢？因为以前我爸爸他想把这个很大的公寓给分
分成2个小公寓，这样出租可能会方便一点。可是我爸爸的这个计划呢，总是挂在嘴边，还没有执行。他光是把卫生间给改造出来了，现在房间里有3个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整个公寓，并没有分成2个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早上起来怎么着你都有自己的卫生间了，不用去再和别人抢着用了。一个卫生间里面是有浴缸的，可以泡澡，然后里面还放了一个洗衣机、梳妆台，还有一个卫生间呢，里面只有一个马桶，再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个可以站着洗澡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洗脸池和熨衣服的地方。这个房子里现在就住2个人，所以这么多设施尽够了。所以说呀，我现在给这个房子找租客，其实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。因为这么大的房子，如果出租的话，一般如果租给2个人的话，费用会有点高，会有点贵。所以呢，我都是想租给，比如说3个学生，他们都是好朋友，一块儿住，费用呢摊一摊也还挺好的。或者是租给一个家庭，一般一家子的话，喜欢这种空间比较大的公寓。或者呢，就是租给那种小年轻刚上班的，现在不都流行 home office 吗？在家里面办公。那我们这个房子呢，就可以做到你工作的时候有个办公室，想休息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房间休息，工作生活分开也还不错。就是好租客很难找啊，你们大家有什么建议吗？或者你在找房子或者出租房子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儿吗？我呢，反正是今天接待了我第1组来看房的人，收拾了一下午的房间呀，可把我累坏了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这样，大家不要忘记去下载配套的学习资料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